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洛杉矶的市中心，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国的有钱人呢住郊区，那什么人住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呢？接下来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来看一下洛杉矶市中心是什么样子，那郊区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美国的市中心跟郊区概念和国内是不一样的。洛杉矶呢是由5个县、80多个大小城镇组成的。洛杉矶的总人口数约为1600万人口，而市中心呢住了有400多万的人口。大量的移民使洛杉矶成为一个多民族、多种文化色彩的国际性城市。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的1半左右，并拥有众多的移民社区。各色人种居住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城，如中国城、韩国城、日本城等等。比如圣盖博市，这个是著名的华人聚居区，所以对一个住在圣盖博的人来说，市中心不是好莱坞，而是传统广场，开车只要10分钟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住在郊区。洛杉矶的市中心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有很多国内的朋友来美国后都觉得，比起中国的大城市来说，洛杉矶已经是非常落后了，跟国内的城市的距离不是一点点。市中心很多建筑都是30-40年前建的，很旧，每年都没有多少变化，新建的高楼屈指可数，公路出现了很多裂缝和挖坑，地铁破旧，高铁没有。看到这里，你真的怀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洛杉矶，美国的第2大城市？说起洛杉矶，其实有2个大特点，一呢是洛杉矶非常的大，没有车不行；第二呢就是交通极其不发达，坐公交车出行的人很少。居住在郊区的居民通常都是驾驶私家车上下班，造成了洛杉矶的尾气污染很严重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空气也不好。而市中心很多无家可归者，让人感觉很不安全。在这样的城市，你敢多停留吗？洛杉矶位于加州的西南部，是美国的第2大城市，石油化工、海洋、航天工业和电子业发达，经济实力非常强大。GDP 位于美国第2，仅次于纽约。不用说，洛杉矶是一个发达的大城市。洛杉矶的市中心白天上班的时候人来人往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上班族开车回家后，街上就一片萧条，没有什么人气，市中心很多无家可归者。美国的很多城市都这样子，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城市比它好多了，最起码中国的人口多呀，晚上出来也都不怕，到处都是人。洛杉矶市中心呢，犯罪率比较高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这里治安尤其不好，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在市中心游荡，上下班高峰的时候，交通非常拥挤，经常堵车。所以说呢，美国的富人怎么会住在这里呢？而且大多数的华人也都不喜欢这里，除非有特殊原因，比如在市区上班，或者在市区的学校上学，必须就近住在市区。新移民很少人会在这里买房作为居住的地方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楼房是洛杉矶的 NBA 篮球馆的斯台普中心，就在这里。这个就在洛杉矶的市中心 NBA 篮球馆。而有一些有钱人呢，已经财务自由，靠吃股息、利息、收地租生活。这样的人上班不上班，完全看自己的爱好。他们甚至可以住在与世隔绝的风景名胜区。有些行业待遇优厚，经常加班，虽然交通能力强，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耽误在路上。
所以这一类的人，他们也会选择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公寓。越穷的人越依赖公共交通，有条件的人都选择自驾，甚至自驾直升机。NBA 的球星科比，他在世的时候来到斯坦福中心，经常都是坐直升飞机来的。如果自驾的话，就算是不堵车，也需要40多分钟的。富人搬到郊区可以建宽敞的豪宅，而美国的房产税对穷人来说无力承担与房价相关的高昂的房产税，更难在富人区定居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到洛杉矶的这个郊区，也是一个华人区集聚的城市来看一下。从这个城市的风貌来看，人口也不多，街道也很干净。一般华人居住的集聚地都是非常安全的，甚至可以说治安是非常好。这些城市的犯罪率非常低，跟洛杉矶市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你们在美国安全不安全呀？其实不要误会哈，这边居住的城市治安是很好的。洛杉矶周边的这些小城市一般都只有几万人口，其实都是很小的区域，却各有特色。每个城市都有很好的配套措施，或者与邻近城市相互支援共同措施。医院、学校、商场、写字楼等都有，充分发挥了城市乡村融合一体。这些城市风貌很多都有乡村的气息，而不像一般的大都会那样高楼林立，大家必须住在密集的公寓里面。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洛杉矶就像一个大农村。下面带大家来这个大中华超市看一下，里面呢，当然买东西的还是以中国人为多了，工作人员也都大部分是中国人。这里都有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各种菜呀、水果啦，应有尽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青菜的价格也就是差不多是1块左右1斤，折合人民币也就是6块5、10块、10几块钱1斤。不过美国是按磅来算的，就是1磅也就是9两多一点儿，大家就是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吧。食品一类的物价按收入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。如果每个月的工资是$3000的话，拿出$400一个人来吃就会吃得非常好了。大家现在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，郊区的普通住宅就是这样，普通的生活环境都是这个样子，也是非常安静的。今天吧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实话实说，带您了解美国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。谢谢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谢谢。